我这个现在荷姆兹海峡被封闭之后，有一个港口真的是削翻了，就是什么？叫做巴基斯坦的克拉奇港。这克拉奇港是什么？现在据说什么24天是他们一年的吞吐量增幅1400多%。我心想太厉害了，但是我越看越觉得奇怪。巴基斯坦不是最厉害的是瓜达尔港吗？不是说那是跟中国巴铁兄弟大家一起盖“一带一路”最著名的吗？而且瓜达尔港你可以看到哦，离荷姆兹海峡比较近哦。为什么是选择克拉奇港？所以对吧？这个所谓“一带一路”跟中国合作的瓜达尔港，现在根本跟蚊子馆是一样。那既然是蚊子馆的话，所以习近平他又被骗了吗？对，没有想到过去中国都说他是巴铁，没想到他其实才是个大渣男。中国以为他跟他感情很深，可是没有这则新闻，我们原来都不会知道巴基斯坦竟然不是铁，而是渣。现在整个货柜船呢，因为本来是杜拜这里杰巴阿里港是整个中东甚至印度湾地区最大的转运港之一，还有阿曼的萨拉拉港，结果因为都被打到了嘛，现在船只好怎样？不敢来这里转运，货柜船一定要找一个大港口，然后再分成小船啦。结果理论上最好的港是瓜达尔港，中国盖的2020，这个这么近这不是比较好吗？对，而且这里还辐射，这里还有铁路哦，号称有铁路啊，怎么船都跑到克拉兹港克拉兹港还弄一个大新闻哦，他们巴基斯坦现在好开心，你知道吗？24天的转运量已经比去年一整年还要多了，大增而且接下来赚钱钱会跟水一样，而且港口外面现在排满了船，因为大家都急着要到克拉兹港去运货，然后转运，然后再发到包括非洲啦，或者是波斯湾地区的其他可以拍进去的港口，因为大船一定要转小船，就好像高铁搭乘到了之后要转捷运一样。那为什么船就要转到克拉兹呢？这个故事就看到，原来巴铁是多么的糟，怎么去坑习近平啊？当初讲的很好笑，你知道吗？某种意义盖的这个港口就可以把巴基斯坦未来跟中国绑定在一起，结果瓜达尔港可以作为巴基斯坦未来跟中国绑定了，结果是中国被绑，这个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没错，结果现在只有中国被绑在那里，巴基斯坦的克拉兹港现在生意好得好，瓜达尔港没有人用嘛，所以中国的投资被绑在这里，自己困在这里，黎明没有看到了哈。再来是走得更远的关键一步啊，中国跟巴国合作啊，这可能是中国来投资这里啊，结果现在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因为到现在没有一家深海的航运公司在这里经营，连中国都没有。我所谓的深海就是全世界前10大啦，包括马士基这些，所以他一步也没走出去，他被困在这里。他号称可以辐射整个印度洋地区，成为中国力量的，而且震慑印度的野心，现在变成印度眼中的笑话，因为那个港口始终是一个烂尾楼。好，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是一个烂尾楼，你知道吗？当初讲的梦想多好啊，让印度吓坏啊！整个中东地区最好的港口就这里，确实在地理位置是非常好。你看它有什么？它是这个中国的珍珠链，一路从海南这边过来到瓜达尔港，甚至铁路也都下来了。对，没错，可以空海陆联运嘛，你船开到这里来转口，然后你这里火车还拉进来，把新疆的货往这边带，那非常的棒啊，因为你入海了，而且辐射整个印度洋地区，以后很多货在这里，然后再转到其他地区，妥妥的是一个像新加坡一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转运港，所以他们中国就说这是一个走廊上的璀璨明珠，未来一带一路都靠它了啊！港口盖得很漂亮，结果你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啊？到现在没有一个深海航运的固定班次在这里营运，你知道吗？答案很简单，因为巴基斯坦它很聪明，它的旧港是克拉兹港嘛，就刚才讲的那一个。结果人家克拉兹港有铁路有高速公路，他到现在为止瓜达尔港没有替他做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可以拉出去，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出去的话道路非常的不方便，那你如果没有铁路拉货的话，你货就没有办法大量货物来这里就不方便啊。再来出去公路都是山出去。你也跨越高山，非常危险，所以很难去做转运。所以国正哥，我们看到这些画面，这是当时中国他砸了多少钱？他砸了新台币1500亿，1500亿去盖的。结果现在什么？他盖得漂漂亮亮，结果他施工动了这么多，结果现在不是最需要他的时候吗？完全都没有用了，因为巴基斯坦基础设施都没有帮中国来完成，甚至这里还有山里面还有一个卑路支反叛军。他会武装袭击谁，你知道吗？袭击这个港口跟中国工程师。对不起，巴基斯坦是当成没看见，所以到现在为止，2007年盖成了瓜达尔港，一年最好一年只进港22艘，没有固定的航班。
所有的投资还是回到他们巴基斯坦的老港口克拉兹港，也是他的首都。对，所以他一边把他骗来这里，号称我们未来绑定在这里，结果只有你被绑在这里。结果一年只有22艘船。对，有最好哦，现在有一年最好的才我查了22哦，有些年次才10几艘船，等于中国自己的船自己进来，因为你来也很不方便啊，里面还有叛军，巴基斯坦都没有办法搞定，所以整个中国什么？巴铁变巴扎，把习近平的钱套在这里啊！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很有趣了，你还发现一个人眼光还真的很精准。我们上礼拜不是讲说李嘉诚吗？对，他在石油危机的时候投资的哈士奇石油公司吗？赫士基嘛，哈士奇就那一只狗，现在怎么赚大钱呢？他赚翻了。每天100万桶啊，因为石油大国啊，结果现在你才赫然发现，克拉兹港不是在庆祝说每天都是船排得满满的吗？结果赚得盆满钵满了，竟然是香港的和记集团，就是李嘉诚，他提早布这么久的局，结果习近平瓜达尔港不是投了1500亿台币左右吗？结果他投了10亿美金在这里做什么？深水港口，所以。克拉兹港的深水港口竟然是和记集团的，那大船进来就是靠它的港口，所以现在超过一半的船全部都是和记集团在赚钱跟营运。当然，巴基斯坦会赚到钱，我要证明哇，这个李嘉诚还真的很厉害，眼光精准，所以。现在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一带一路”啊，巴铁是兄弟。巴基斯坦从头到尾把高阿达尔港当成省文，知道吗？他也知道那里很重要，投资很多，但是他就把它备胎在用。我有个港口啊，我何时想到才去用？所以习近平搞半天他是备胎，真正的港口还是克拉兹港，还是他的正宫。而且现在还要帮川普搞所谓的和谈，所以谁才是真正的真爱？你突然搞懂了吧？请问老师，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川普一直说什么谁才是老大？我们刚才在讲川习会的时间是在5月14到5月15号。我一直以为川习会前只是把伊朗给处理掉而已，但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如果俄罗斯也深陷到石油危机上面去的话，连军工产业都出问题的话，那等于俄乌的战事也会处理掉，那代表你习近平的筹码会越来越少，所以他现在真的没有招了吗？但问题是什么？普丁到底能够给习近平带来什么东西？而普丁就是说中俄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彼此之间是一个纠葛的，是一个所谓的互相利用的一个概念哦？为什么呢？因为彼此之间都生怕被出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表面上看起来是普丁还会到中国去北京去访问，对，但事实上各怀鬼胎，也就是背后来讲的话，可能还会因应到了所谓的川习会的部分。普丁也害怕习近平拿出卖，所以这当中来的诡谲多变。但重点是什么东西？重点是你今天看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伊朗竟然连中国的货轮都挡，对，你知道吗？中国的货轮要过去的时候，结果竟然伊朗不让他过去。这我真的觉得最荒谬的事情是我挂中国的旗帜，我还跟你讲我是中国的这个船员，我甚至中国的船东。我都亮出我的身份了，你死不给过。对，那这个没有用，为什么？这个长期的所谓的情谊没有用，重点是没有给钱。没有给过路费，这个才是重点。为什么呢？革命卫队他你以为说你中国过去就过去了，对，你钱还没缴，你东西还没给我嘞，那你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让你过去，对不对？还有，你现在接下来看到旁边这个巴基斯坦，更狠。为什么更狠呢？瓜达尔港是中国长期以来辛辛苦苦“一带一路”把它建构最大的港口，你不走瓜达尔港，你走克拉斯港，显然什么意思？就是巴基斯坦又晃点中国。你跟中国之间不是巴铁兄弟吗？所以伊朗不让他过，然后巴基斯坦还在晃点中国，所以习近平他也太惨了啦！我给你那么多钱，帮你这么多忙，就2个兄弟都晃点我的感觉。是啊，所以就是你看到一件状态，就是你伊朗本来你不是跟中国很好吗？那你照道理讲的话，应该跟中国的船随便的过去，结果你竟然跟他收费，你才过得了。巴基斯坦。甚至于不让中国赚钱，我要赚我自己赚，而且还打4折，就是说让大家来靠我这边转运来讲的话，可以打4折。所以其实巴基斯坦因此而获利的情况之下，也不让中国赚钱。那更何况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防范的，因为这场战事之后，结果呢，大家彼此之间相互怀疑，甚至彼此之间来讲的话。大家只要中国的钱，然后看你中国本身来讲也没有去帮助他们这些国家，这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问题：中国到底在国际社会行不行？
中国现在未来来讲的话，如果你在这场战事当中你没有任何表现，你没有任何展现来讲的话，第一个你会大家质疑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国？对，你有没有办法处理国际事务？显然你没办法处理国际事务。第二个，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国家都在晃点你，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川普跟你见面的时候，川普他后面可能都一堆小老弟了，结果你呢？孤单寡人一个，没有人，你这时候你怎么来跟我谈呢？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到，即便在这种最危急的状态，巴基斯坦、伊朗，然后虽然够细苗，然后你那个普丁来讲的话，又是去探消息的，对，所以没有真诚的朋友，你习近平到底有什么筹码可以跟川普谈呢？所以从今天这几次的发展事件来看的话，变成中国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你没有获得利益就算了。结果每个人都跟你伸手要钱，对，你跟你伸手要钱，你给不给？你一定给，你才有办法过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中国可能又被视为是一个什么，就是予取予求的一个对象，也就是所谓的勒索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普丁他现在搞的国内的经济焦头烂额，石油、天然气还禁止所谓的天然气出口、石油出口，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内已经打到拖垮，在俄乌战争已经把它拖垮成这个样子。那川普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如果今天来讲，俄乌战争能够结束，你能够答应我的条件，然后现在油价又涨那么高，你如果没有被我制裁的话，那你赚翻了，赚更多，对不对？对。好，来谈条件呢。假设如果今天普丁能够跟川普达成条件的话，那普丁大赚钱的情况下，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习近平被绑住嘛，被制裁嘛。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就是将军习近平的概念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川普用这种方式去分化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讲，那就达成了。他当时竞选的时候不讲吗？拜登是笨蛋，怎么会让中俄挂在一起呢？就成功了。对，现在川普来讲的话，就很成功的用这一招，然后去分化中俄之间的关系。宇轩，我真的说，最近中东的情况真的是太诡谲。诡谲是什么？第一个是无人机，第二个是飞弹，第二个是什么？炸能源，第四个是什么？你看到这个画面真会吓死。我以为杜拜只是什么？起个雷雨跟闪电而已，但是你看到我真的觉得杜拜跟世界末日没有两样了，这什么打雷啊？对你如果第一时间看到了，你还会想说，哦，奇怪，伊朗是请来什么大法师吗？在做法吗？没有哦，这是杜拜它的豪华区，所以你看到非常多的大厦大楼林立。这个闪电太可怕了。对，没有错，它这个闪电呢是直接我们讲直扑地面，你感觉天穹跟它的地面呢，感觉是完全连成一线，在这个闪电的交错之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其实是因为极端气候，而我们讲屋漏偏逢连夜雨。最近呢，他们这是观光业啊，景气非常惨淡，因为被伊朗呢搞得我们讲民不聊生，无人机不断的炸飞弹，不断的打，结果没有想到呢，连天公都不作美，开始噼里啪啦这些闪电呢，在我们讲杜拜，包括你看到这很漂亮的摩天轮，以及他们邻近的这些街道区域，开始在干嘛？开始进行我们讲雷公大作，而且这还不是只是短暂现象，为什么？因为连他们阿联酋的这个气象中心都一直在讲说，这可能是一个主波，那未来之后呢，还有大量的下雨啊，而且甚至长达9个小时，甚至更大以上，9个小时一波一波来的。对，因为整个阿拉伯跟红海附近呢，开始水汽很茂盛，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对流非常旺盛，所以可能呢，后续整个全国境内呢，都还持续打。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呢？是它大楼相关的画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不只是雷公大作，连它的风势，这是什么？强烈对流。所以你看连路上疯了吧？对我都不知道刚才被吹飞那个到底是什么建筑物，还是什么豪车，它就开始在那边飞。那你以为就这样吗？不是。来，接下来画面你会在中国非常看到，但是杜拜看不到，因为杜拜是沙漠地区，结果出现了大淹水。所以在临近沙加以及杜拜机场的附近呢，来，你现在这是里面室内商场大量水。直接灌到里面去，我管你是什么路易斯巴洞还是什么 Gucci 还是什么名牌都没有办法，水全部都这样冲进去，冲得乱七八糟，而且连机场的整个飞机，你都觉得整个飞机快要被这个强风给吹着跑。你有没有看到那整个风扇那个雨，它是横向的不断的吹，不断的吹，所以导致呢他们起飞上下呢，因为这个暴雨加上雷暴的影响，都产生非常大的困难跟状况。但我跟各位补充一个资讯。其实杜拜从整个战争打起来到目前为止，它整个房价已经掉了35%。就你想想看，这时候还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那你这样子谁敢那边住啊？有钱人跑都我们讲的，照嘎拉不会，脚底抹油马上溜。所以来，这是他们整个街头的画面，你看到豪华的摩托车。还有一台的汽车，中东都变成泡水车了。对不只是杜拜是整个邻近的中东区域开始呢，我们讲的大水淹过龙王庙，然后你看到整个所有的建筑物里面，包括商场里面，甚至道路，全部都被这样的水呢给淹没，甚至是阿联酋跟你讲说，不好意思。
我们下个礼拜哦还会持续下，而且下礼拜呢可能会下更大。这些强降雨的警报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发生。但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是杜拜，你不禁在好奇说，毕竟下好雨之后或者是雷暴之后呢，这个空中的袭击可能会少一点。但这样好像也没比较好啊，因为要么呢是被雷击，要么呢是被雨到，要么呢是被飞弹炸。所以现在杜拜呢，跟过去大家想象中的豪华的印象，像我们讲未来科技的时候，我们未来城市的印象差别非常大。而且轩，我觉得最害怕的是什么？现在除了中东有能源危机之外，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被无人机炸，现在什么连这种雷雨也在炸。结果现在连澳洲也有能源危机，并不是因为中东的关系，也是因为气候也在炸。我跟你讲，你要搞得清楚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刚刚在讲说中东呢，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大概8%到9%的 LNG 所谓的天然气遭受到影响，但是澳洲这个够卡大条，为什么更惨？因为澳洲它也是占据全球3大 LNG 的一个巨头之一，结果它现在整个西岸呢，因为遇到一个叫做纳雷尔的这种我们讲的风灾，就知道纳雷尔干嘛？太狠了。3进3出，跟赵子龙一样，他从北边撸进来撸出去，撸进来撸出去，一路撸到西边，撸进来撸出去。现在跟你讲，我要往南边前进，第4进要直接进。那你说宇轩这跟能源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整个澳洲的西岸呢，都是我们讲的乌塞，它的所有天然气大厂都在这边。我直接给你一个数据好了，他们的年产量哦，如果全总加总起来，因为现在包括他们的西北厂也即将要复苏，可能有2000万吨到3000万吨一年。赵和啊，你说这个可不可怕？这个呢，远远比我们现在中东受影响还大。但是现在他们干嘛？紧急的，包括相关的停工，以及面对这样的风灾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讲的物理性的重创，赶快先停下来。然后呢，最好的状况是等到过几天呢，我们讲避风头，风头过了之后，我再重新开始去复产。但是在这个风灾的过程当中呢，还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个奇景。这个奇景是什么？我讲的不是什么电线杆倒塌，也不是什么路树倒塌，也不是说什么河水暴涨，都不是。因为澳洲它盛产，在它整个广大土壤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材质，叫做铁矿。那赵尔，你知道铁矿被缺起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吗？漫天飞沙，但都是铁。就当你的阳光，当你的光线照射下来之后，来，很可怕哦，全部一片红彤彤。你不讲还以为这是电影特效哦，我以为 AI 嘞，完全不是哦，这不是滤镜，这太电影特效哦，这根本是世界末日的场景。对，你想想看哦，天然气被断，然后呢，因为刚好西部地区他们现在很多供电吃紧，结果供电不开的状况下，所以你看很多家户都没开电，然后天空顶着这种大红色的，好像是什么红色警戒、什么血红的预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铁砂在光线穿透的过程下，刚好被折射，因为含铁的状况会变成这种紧急的红色。但你不要以为说只是漂亮而已，当它都是红色的时候，它也宣告一个很大的警讯。整个空气品质，包括你可能会呼吸困难，废话，你把铁吸进去，怎么会好呢？来。都变成红橙色的这个光芒，所以呢，变成说白天也呈现这种氧化土的状况、氧化铁的状况，只有晚上呢，可能空气品质，因为它刚好晚上开始沉积了，可能这个风没那么大，所以导致说呢，这一个台风、这一个飓风、这个热带气旋、这个纳雷尔，已经把澳洲的能源问题席卷到全世界，甚至也让当地呢出现非常大的灾难以及非常大的警讯。那现在大家害怕的是，最好是呢这个热带气旋。也就是这个纳雷尔能够赶快消散越好，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时间拖长，甚至是如同我们这张图，你看它这样不断的进来，不断的出去，现在要往这边进来。讲3进3出，它不会还要第4进吧？对，因为它每次进去之后消落，出来之后又补充水汽，进去之后好像喝了再上，那喝了海水之后又继续上，所以如果这个时程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破坏，恐怕对于全球的能源会造成另一次的2次危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